梁朝伟抽的香烟牌子叫爱国，无名不管看多少遍，总能找到新鲜的东西来关注。今年影迷去电影院看无名，并在电影中寻找新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的传统，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民间传说。您是否遇到过以下兴趣点：1、3只不同犬类的寓言。尽管电影中有3只犬，但大多数观众只会注意到其中的2只。第一个是一只来自日本的名叫罗斯福的狗，日本空军负责这只狗的抚养。顺便说一下，这是柴犬。第二个是在轰炸广州时断了腿的查理王猎犬，靠着食物的承诺把它从防空洞里哄出来。不言而喻，这是对中国人朝不保夕的生活境遇的隐喻。因为这种狗其实价格不菲，所以一般用来形容被有钱有势的人唾弃的人。第3只自己出现在了76号的院子里，之前那只好抖的狗垂着耳朵尾巴夹在膝间逃走了。1944年汪精卫去世时，根据字幕中的解释，一群为伪政府工作的汪精卫追随者像一只悲伤的狗一样惊慌失措。这只狗是为了在隐喻意义上代表这些走狗。2、梁朝伟的烟。在小说《无名》中，几条线索才真正揭露了主人公的真名。梁朝伟先生在这个角色中扮演了他。比如，在第1轮讯问中，何先生事先写上了交通元臣，这表明他熟悉黄磊的身份，也熟悉同房的其他人。比如，日本人喝醉了要曝光军事机密，唐部长连忙制止，表示知道何先生是共产党员，这阻止了日本人透露信息。但导演程二也提供了一个规模不足但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何先生抽的烟。这个牌子的香烟的名字是 Patriotic， 既然是爱国牌，就说明何先生不是什么特别卑鄙的人。一共有3个比喻，你还遇到了多少？3、巨星糕点。梁朝伟饰演的何先生是广东人，何先生做蛋糕的店名巨星，粤语读作 Chuihin。 众所周知，何先生通过这家面包店向他人传递信息。在电影的结尾，可以看到同一家蛋糕店再次出现在香港街头，这也说明蛋糕店是我们地下党的重要中转站，收银员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地下党的一员。事实上，这家蛋糕店的设计是为了向一部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早期谍战片致敬。老大厂这个名字在整个上海都是优质烘焙食品的代名词。此外，蛋糕盒用于店面陈列，下飞路是许多老大厂零售店的所在地。这个位置就是黄磊饰演的张先生造反的时候说的，我们上海的负责人就住在霞飞路上，而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就是利用无线电波传输的雏形永不消逝的电波讨论了隐藏在上海霞飞路的信息。对于李白烈士，张总也提到了我们组织的负责人姓李，这是向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故事情节致敬的绝佳方式。4、小白羊座。日军屠杀完水泥厂的工人后，发现了一只全身洁白的小羊，而日军却把这只羊宰了，做成羊肉火锅，既表现了日本人的残暴，也正面表现了日本人的非人性。羔羊在电影的语境中具有救赎的意义，但这只羊却被日军屠杀了。5、全场高唱蒋委员长万岁。有趣的是，水泥厂的烟囱上写着蒋委员长万岁几个大字，一共有6个字符。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蒋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正在发生的轰炸。梁朝伟饰演的何先生曾一度抱怨蒋介石政府没有机枪或高射炮，我们不能放过你，日军肯定会杀了你。这一特殊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何先生是一位道德正直的公民。06领针。整部电影中，大鹏饰演的唐部长是唯一一个佩戴领针的角色，这枚领针上的符号还真是有些意思，给人的感觉是唐部长的地位最高，甚至在日本人之上。另一方面，这表明日本人的地位最低。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唐部长是一位经验丰富、坚定的剑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片中有一段他站在2面旗帜中间的镜头，足以说明他是个白痴。07脏东西，日本人在水泥厂的井里发现了4具尸体，死者身穿白色背心，每件背心中间缝有一面日本国旗。这4具尸体显然是日本人的。在审问工人时，其中一名工人说，肮脏的东西激怒了日本人，导致随后对所有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事实上，这4具日本人的尸体恰逢故事的开头，当时王传君和王一博一边吃着排骨，一边讨论一家4口被奸杀投井的故事。这是导演对一家4口的报复，也是对他们对上一部影片的吐槽的回应。08醉虾，总共有2起醉虾事件。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在王传君家里，
已经喝过的虾被用作诱饵。尽管他们不断地跳出来，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真的跳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隐喻了王队长生命的终结及死亡。再一次，叶先生移居香港后，沉迷于醉虾的醉人美食。这一次，一只喝了水的虾从锅里跳了出来，被叶先生抓住吃掉了。活着，在这个语境下，是对王一博命运的隐喻。09叶先生的领带，决战前，王一博饰演的叶老爷子有个细节换了领带。一方面，叶先生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但是因为浅色领带容易沾上血迹，他决定换掉它。另一方面，旧领带太松了，新领带却更结实。这不仅说明叶先生在战斗中是靠领带支撑着自己往下掉一层的，才不会摔到他的手上。死亡也表明新领带更强。是江疏影的来信，国民党女特工蒋女士在剧中由江疏影饰演。为了感谢她的自由，她给了何先生一封题为《日本贵宾在上海生活记录》的信。这封信为公爵的身份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紧接着这封信的特写镜头几乎很快就切换到了一群日本士兵的广角镜头。很明显，电影制作人想让观众推断出这支日本士兵中有重要人物在行动。杨最终被吞噬后，大汉自行逃走，才有可能连夜斩杀公爵。无名中隐藏着很多这样的小细节，你看得越多，发现的东西就越多。正因如此，看完 N 刷之后，我对程二导演以及每一位演员的演技都充满了敬佩之情。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无名，那你绝对应该马上去看。你不应该担心以任何方式失望。